你有没有发现，有些人年纪不算大，却衰老得很快，而有些人7、80岁，血管、代谢、精神状态却依然稳定。很多人把这归结为基因、运气或者年龄，但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关键概念：炎症性老化 （inflammation）。它不是疾病，也不会让你立刻不舒服，但它可能正在悄悄加速你的衰老进程。什么是炎症性老化？炎症性老化指的是随着年龄增长，身体在没有感染、没有明显疾病的情况下，长期处在一种低度、持续、隐匿的炎症状态。它有3个特点：不疼、不烧、不明显，却持续多年，且对身体系统产生不利的影响。它不像急性炎症那样吵，但却一直在背地里消耗你。炎症性老化从哪里来？不是细菌炎症性老化，更多来自现代生活方式的长期叠加，如血糖反复波动、内脏脂肪逐渐堆积、氧化压力增加、线粒体效率下降、肠道屏障变弱、炎症信号漏进血液、衰老细胞累积，持续释放炎症因子。结果是免疫系统长期处在半激活、不休息的状态。慢性炎症是如何参与年龄相关疾病的？这里一定要说清楚一句话：慢性炎症不是疾病的唯一原因，但它会让同样的风险造成更大的伤害。对血管、内皮功能下降，脂蛋白更容易滞留，斑块更容易形成，不稳定。同样的 LDL 在高炎症环境下更危险。2对代谢干扰胰岛素信号，推动胰岛素抵抗，让血糖越来越难控制。炎症和代谢互相放大。3对免疫与修复，免疫系统长期过度激活，但清除异常细胞的效率却下降，组织修复能力变弱。这就是为什么慢病多了，但身体恢复慢了。4对老化与肿瘤风险，增加 DNA 损伤概率，改变组织微环境，降低免疫监视效率。所以医学上会说，慢性炎症参与构建了部分年龄相关疾病和肿瘤发展的风险环境。那么如何预防和延缓炎症性老化？重点来了，炎症性老化是可以被明显减慢的，其方法如下。第1条，稳血糖是抗老第一步，减少精致碳水和甜饮料，每餐搭配蛋白质和健康脂肪，避免血糖大起大落。血糖稳，炎症就不容易被点燃。第2条，控制内脏脂肪，而不是只看体重，腰围、腹部脂肪更重要。规律运动，合理饮食，不追求极瘦，但要代谢干净。内脏脂肪是炎症的重要来源。第3条，抗炎饮食是长期底盘，提高植物密度，选择好脂肪橄榄油 Omega-3，减少超加工食品的天天输入。抗炎饮食不是一阵子，而是长期背景管理。第4条，把肠道稳住，足够膳食纤维，促进菌群多样性，避免高糖、低纤维、超加工模式。肠道稳了，炎症才不会从源头露出来。第5条，运动和睡眠是最被低估的抗炎药。规律有氧力量训练，充足规律的睡眠，管理长期心理压力，它们能直接降低炎症信号，提高修复效率。一句话总结，炎症性老化不是让你立刻生病，而是让身体长期处在一个更容易出问题的状态。结尾总结，真正的抗衰老不是追求某一种神奇补充剂，而是每天做出不点燃炎症的选择。我们的目标不是让化验单短期好看，而是让血管、代谢和免疫系统在10年、20年后依然稳定的运转。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这期内容对您有帮助，欢迎点赞、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别忘了打开小铃铛并分享给家人和朋友，让更多人提前了解炎症性老化的预防知识与科学治疗策略，一起用科学守护健康。我们下期再见。